这几天，美国舆论圈又开始闲不住了，居然开始到处炒作中国基建永远在亏损，根本无法盈利的舆论。一群人拿着所谓的数据，喋喋不休地嘲讽中国花大价钱修铁路、建交通，纯属劳民伤财。不过有意思的是，还没等中国网友站出来解释，一群美国人自己先坐不住了，率先开启了内讧模式。其中一位美国博主更是怒怼道：“你们这些人真是患上晚期资本主义脑虫病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说实话，关于中国基建亏损论很多年前就有了，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次，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人站出来戳破谎言，而最近这股舆论又起来了。不过这次中国网友还没来得及发力，美国人自己居然先看不下去，内讧了。 You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a case of terminal capitalist brainworms. Like,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the point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not to turn a fucking profit? Governments build public transit because it's good for the country, because it helps people, it improves quality of life, it improves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people aren't driving everywhere. Not everything has to turn a fucking profit. I swear to God, I know that this concept is very foreign and confusing to us as Americans, but sometimes your government should just do things because it's for the greater good. 说实在的，这些话虽然说的有点粗鲁，却直接捅破了窗户纸。这场争论看似是在说中国基建赚不赚钱，本质上却是在追问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到底是追求利润的公司，还是服务人民的管家？也正是这位博主的这句狠话，彻底让美国网友破防了，评论区瞬间变成了吐槽大会，一群人倒苦水说心酸，把自己国家的窘境扒得底儿朝天。有美国网友带着委屈的哭诉道：“我每个月要花500多美元的暖气费，拼尽全力也只是为了不让家人冻死。可中国就连偏远山区，政府都免费给百姓供暖，这差距简直不敢想。”另一位美国网友的吐槽更是直接扎心，他表示：“我们国家的街头流浪汉遍地都是，曾经繁华的城市，20年时间就变成了废墟。可你们再看看中国，竟然把铁路修进了深山老林，4小时的火车票价才25美分，这真的是同一个地球吗？”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网友可不是随口抱怨的键盘侠，他是实打实的亲历者。有着一段令人唏嘘的血泪史，他在评论区详细地说道：“回顾中国过去的20到25年，再看2026年的今天，这个国家依旧蒸蒸日上，真的太震撼了。我亲眼看到一个把人民利益放在利润之上的政府是如何让国家蓬勃发展的。22年前我去过中国，当时那里的景象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好，可如今当年的同一个地方已经繁荣得令人惊叹。反观我自己的国家，曾经充满生机的街区，20年后只剩下废弃的建筑，满墙的涂鸦，无家可归的人随处可见。世界早就把我们甩在了身后，这真的太令人难过了。”他的话道出了美国很多城市的真实现状。在美国，资本主导一切，修路建公共交通，只要无利可图，资本就会果断撤退，而政府要么摆烂不作为，要么无力承担高额成本，最后只能任由基础设施老化废弃。有美国网友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政府根本就不是一家企业，它的核心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人民，而不是一门心思追求利润。”这句话直接点透了政府的本质，引来无数网友点赞。另一位美国网友更是感同身受，吐槽道：“这就像我听到有人吐槽美国邮政亏钱时的感觉。为什么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必须要盈利？难道你们想让政府从老百姓身上赚钱吗？要知道，美国邮政作为美国的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累计债务早已达到法定上限，一直依赖政府补贴才能维持运营。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承担着为全民提供邮政服务的职责。这和中国基建的逻辑其实有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公共服务的核心是惠民而非盈利，就连美国铁路公司也一直依赖政府补贴才能勉强维持运营，可见公共交通亏损本就是行业常态。这时候，一位华裔网友站了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道：我小时候在中国就听过一句谚语，要想富先修路。大家都明白，虽然铁路、公路、地铁这些基建项目短期内可能不赚钱，甚至会一直亏损，但他们能刺激国家经济发展。他进一步解释，农村人能方便的去城里卖农产品，城里人能方便的去其他城市做生意找工作。高铁和地铁连接了各个城市，带动了人口流动，也刺激了消费和各行各业的发展。这种长远的收益远比短期的盈利更有价值。网友 Angie 也补充道，我的理解是，中国一直在做几十年后的长远规划，现在修建的这些基础设施都是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短期来看可能是亏损的，但再过10年、20年，他们带来的收益将会不可估量。其实美国舆论炒作中国基建亏损，本质上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功利思维去衡量中国的民生思维。他们永远不懂，中国基建从来都不追求短期盈利，而是看重长远的民生价值和国家发展。那些修进深山的铁路，那些通到偏远乡村的公路，那些亏本运营的公共交通，承载的是老百姓的希望，是国家发展的底气。他们或许不会给政府带来直接的利润，却能让大山里的孩子走出深山，让偏远地区的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让整个国家的发展更加均衡，更有后劲儿。这种亏本恰恰是最值得的投资，是藏在民生细节里的大国担当。而这份担当要放在中国的发展起点上看，才更显震撼。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通车公路里程仅 8.07 万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土路，平整的简易路面只有3万公里，高速公路更是一条没有。铁路总里程 2.18 万公里，民航航线仅12条，钢铁年产量 15.8 万吨，全国发电量43亿度，按当时 5.4 亿人口计算，人均年用电量仅8度。这些数据放到当时的世界，差距悬殊。1949年的美国，公路里程51万公里，铁路26万公里，钢产量7074万吨，发电量3451亿度，每一项都远超中国。彼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甚至比不上不少非洲国家，钢铁产量只有南非的1/4，人均发电量是加纳的1/5，津巴布韦的1/26。更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的印度起点比中国还高，铁路 5.3 万公里，公路40万公里，发电量49.09亿度，钢产量134.7万吨，各项指标都优于新中国。在西方世界的设想里，一个被战争摧残、文盲遍地、工业基本为零的国家，经过70-80年的发展，理应是穷得叮当响。普通百姓挤在漏雨的铁皮房，靠种地打工勉强糊口，孩子上学难，老人看病难，街道垃圾遍地，下雨时污水横流，恶臭熏天，夜晚电力断断续续，就连做饭都要走上数公里排队接自来水。他们的设想并非凭空臆造，而是如今印度的真实写照。但现实狠狠击碎了西方的偏见，如今的中国早已完成了惊天逆转，钢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超过全球其他国家产量总和，高速公路总里程稳居世界首位，高铁里程更是突破了 4.5 万公里，足以绕赤道一周。发电量占全球 30% 以上，是排名第2的美国的2倍之多。更令人动容的是，基建红利已渗透到最偏远的角落，即便是深山村落也早已通上了自来水，稳定交流电，松柏公路和高速公路，村村通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按世界银行标准，人均 GDP 从300美元攀升至1万美元，英国用了200年，美国用了120年，而中国仅用了25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巴西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南非在种族矛盾中逐渐衰退，印度被种姓制度束缚发展脚步时，新中国凭什么脱颖而出？答案就藏在那些曾被美国人嘲笑为劳民伤财的亏损基建里。从一穷二白的基建狂魔，从被西方唱衰到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用8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之路。
那些修进深山、短期内看不到盈利的铁路，那些通到偏远乡村、运营成本高昂的公路，那些亏本也要保障民生的公共交通，曾被舆论质疑得不偿失，如今都成了国家发展的加速器和民生福祉的保障网。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